大家好，這次影片繼續再跟大家分享 Obsidian 21個跟編輯器相關的外掛。先會從編輯器的設定開始，同時再來針對標題的等級，它怎麼樣子可以很方便的輸入，而且可以很容易的讓我們辨識出不同的標題的等級，怎麼樣子自動做標題的編號，標題要怎麼做折疊。那這些標題的設置上面，如果運用的比較順利的話，可以對於我們在寫長篇的章節的文章的時候呢，能夠有很大的一個幫助。接着我們再講到其他的一些外掛，說它有目錄，我們怎麼樣子動態來形成的整個文章的目錄，還有列表，我們怎麼來做最簡單的方法來做輸入，還有表格、圖片的處理，我們怎麼樣透過工具列來做快速的選擇命令，然後很常用的快捷鍵呢會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再來，很多朋友希望文字顏色能夠有一些變化，這個在 Obsidian 裡面怎麼來做處理，表情符號應該怎麼再來做輸入。那我們輸入了這麼多的編輯器裡面的這些內容以後，有沒有什麼工具可以自動幫我們做格式的檢查，免得我們產生出了一個有問題的 Markdown 的文件，就可以使用這個 Markdown 格式檢查的工具來幫我們做檢查。Obsidian 的編輯器呢，不是只有編輯功能而已，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畫布，它也很容易的可以跟第三方整合，因此我們有關於流程圖或者是樂譜等等呢，都有一些第三方整合的外掛可以來使用。最後呢，就會有一個我这一次影片裡面介紹的所有外掛的一個清單，還有我以前介紹過的一些 YouTube 上面的影片，讓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再去做參考。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21個跟編輯器相關的外掛的一個基本的內容。首先要從設定編輯器的顯示裡面，編輯器做一個基本的設定。我在這邊有列了4項的設置的項目。那我是建議大家，如果說你希望一列裡面，就是我們這個一行裡面呢，有比較多的文字能夠出現的話，那你記得把這個每行的寬度，也就是 Readable Line Length 這一個選項呢給取消勾選，讓我們的每一列可以容納更多的字數。當然，如果你希望左邊界跟右邊界能夠有比較大的留白的話， Line Length 這個選項呢，你就要把它給勾選起來。那另外有關於折疊的部分，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把這個折疊的功能都給開啟起來。當我們在標題列上面呢需要做操作的時候呢，可以把某一個標題呢整個給收合起來。那像這個功能必須要在編輯器的設定裡面呢，你要把它勾選起來，才有辦法有這個折疊的功能。列表也是一樣，你要把這個選項給選擇起來。然後它新版V0.14 呢有這個所謂的縮排指引，也就是像我們右邊這個大綱面板上面看到這個垂直的這一條線，就是列表裡面的關係的線條。你如果要把它顯示出來的話，一樣在編輯器裡面呢要把顯示這個縮排指引的這一個選項給勾選起來，它才會出現這個垂直的關係線。行為設定上面它是一樣是在設定的編輯器裡面的進階。如果你希望貼進來的某個網址它自動能夠形成 Markdown 格式的超鏈接格式的話，你就要把這一個 Auto Convert HTML 給勾選。那這樣子你的剪貼簿裡面的超鏈接的網址它才會自動形成 Markdown 的鏈接的格式。沒有勾選的話，那貼進來就是一般的網址的文字。如果說你勾選了這個功能，但是你希望貼進來的時候不要形成 Markdown 的這個鏈接格式的話，那你就是使用 Ctrl 再加 Shift 再加 V， 也就不是用一般的 Ctrl V 來做貼入的操作，而是多加一個 Shift 變成 Ctrl Shift V， 這樣子它就不會幫你做這個轉換的格式的動作了。透過右邊側邊欄的大綱面板，我們可以很快的看到整篇文章的章節的結構，同時在這個大綱面板上面點擊了某一個標題，編輯器呢就會直接跳到它設定好的這個位置去。因此我們需要在章節裡面做跳動的話，可以直接從這個大綱面板裡面來直接做跳動。這樣子的操作可以很方便在我們一篇很長的文章裡面來做章節之間的跳動。除了大綱面板以外呢，我們在右上角的這個更多選項裡面呢，它這裡面也有一個開啟大綱選項。如果點擊了以後，它會把大綱的內容呢顯示在另外一個窗格裡面。從這邊這個窗格呢，也一樣可以做標題之間的這個跳動。但是如果提到了怎麼樣子很快可以辨識出一個標題它的等級的時候，這時候我們其實就可以透過 Lapel 外掛，透過這個外掛，我就可以在實際預覽模式下面呢，在我最左側直接就看到標題的等級。比如說這個是我們的標題3 H3， 這邊是2級標題，就可以從左邊這一個 H 多少的字串裡面呢，直接就看到我這個標題的等級。那我們如果點擊了這個標題的這些文字的時候，比如說我點擊了這個 H3，
它會彈出一個小選單，我們這個時候也可以馬上變更它的等級，不必一定要進入到這個編輯狀態去修改這個井號，可以直接點擊左邊這一個 lapel 的文字，就可以直接變更等級了。那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如果你不安裝這個外掛的話，就可以透過 CSS 的片段把下面这一段內容把它複製到你的 CSS 片段的檔案裡面，並且啟用它。到時候呢，它就可以在的標題的後方顯示出它的等級。目前的環境裡面，我是把它設到了閱讀模式下面。在閱讀模式下面，如果我移動到標題的後面，你可以看到右邊就會出現一個 H1， 那這個是一級標題，然後 H3、H2， 那這個呢，完全就是透過剛剛我們介紹的這一個 CSS 就可以達成了。那只要把我提供的這個 CSS 裡面的這個 Markdown-Preview-View 改成 Markdown-Reading-View， 就可以在閱讀的模式裡面來做生效了。這是可以很快看到一個標題等級的一個方法。快速輸入標題的方法，這邊列了3個方法。第一個就是使用 Format Hotkeys 這一個外掛。那這個外掛啟用完以後，它就有預設了這一些按鍵可以直接來加上需要的等級標題的這個井號測試一下那因為我在我的環境裡面我把它預設的按鍵都改掉了。的按鍵呢是不需要多加這個 Alt 這個按鍵的。比如说我按的 Ctrl2， 它就會自動插入2個井號，那這個就是2級標題。那如果我輸入的 Ctrl3， 它就會自動插入3個井號那這個就是我們3級標題。那如果我要變更這個標題的等級的時候呢，我只要在我的這個文字這一行的任何個位置直接按下 Ctrl 多少數字，它就會自動改掉。比如說我這個假設要變成是4級標題的話，我就按下 Ctrl 4，它就會直接就改掉了我們不需要去移動游標到最前面再去做對這個井號做刪除。透過這個 Format Hotkeys 這一個外掛呢，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我們需要的幾級的標題很快就可以產生出來。那這個是最快的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就是使用 Markdown Shortcuts 這個外掛那我們只要安裝了這個外掛它的觸發的方法就是輸入一個大於的符號，那它就會彈出經常會使用到的 Markdown 的標記，就選擇了某一個標記就可以比如說我這個是要 H4 就是我的4級標題，它就會自動帶出4個井號。那這個是透過 Markdown Shortcuts 這個外掛來達成的功能。要不然呢，你也可以使用 Cmenu 這個外掛那這個外掛呢，啟動它了以後我們可以在最右下角這邊按一下，然後再點擊這個 Hide and Show 這邊呢，把它勾選起來，就會出現這個選單。在這個選單裡面呢，也可以把需要的標題放在按鈕裡面比如說我這邊就有一個切換標題，那點擊了以後呢，就會有出現這個選單，你可以直接來選它那這是一種方法，或者是我直接就有一個這邊直接就有一個標題可以直接來點擊它了比如說這個就是3級標題，那我點擊了以後它就會3級標題，那前面呢是2級標題那我們透過 Cmenu 也可以很快的來制作出不同等級的標題。章節標題如果要讓Obsidian 自動編號的話，可以使用這個 Number Headings 這個外掛。那這個外掛啟用好以後，並且我們把自動做編號這個選項也給勾選了以後，輸入的任何標題它就會自動做編號。在我的這個2級標題下面，我要插入一個3級標題，好，我們按下 Hotkey 直接就出現了。那假設下面再有一個好，然後在這個裡面呢，我們有一個4級標題。那麼我們移動一下稍等一下以後呢，它就會自動把這個號碼給全部重新排好了，不需要人工再去針對章節標題去做這個編號的動作。但是有些情況我們並不希望系統自動幫我們做自動編號，那這個情況怎麼辦呢？可以把 Number Headings 這一個外掛的選項設定呢，儲存到我們的 YAML 區。它在 Ctrl P 裡面呢，輸入 Number。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Save Settings to Front Matter 那它是 Number Headings 外掛的選項。只要點擊了這個選項以後呢，它就會在我們的 YAML 區產生出一個 Number Headings 冒號的這個欄位，它就會把設定的狀態呢給寫在欄位裡面。比如說這個 Auto 它就是自動編號，不需要自動編號的話，你就把 Auto 給移除掉。同時呢，你也可以去設定章節編號的一個格式它預設是前面的大標題是用1
後面也是用1，表示說這兩個都是用數字。但是我們也可以把這個1呢改成 A， 那它就會用 A1、A2 這樣的方法來做排列。你看，它现在我們所有的這個章節標題就變成是用 A 開頭的，然後下面就是 B， 所以它就变成是用英文字母來做排序，是完全可以針對不同的每一篇筆記可以做不同的設置。那因此對於這個編號來講呢，可以說是非常的有彈性。在一篇長的文章裡面，我們經常會需要把某一些不重要的標題先給收合起來，這樣子讓我們可以很專心的在目前工作中的這一個標題裡面來做處理。標題折疊也是很常用的一個功能。很可惜的是 Obsidian 呢並沒有自動針對某一個特定等級的標題做收合跟展開的處理，它只有全部展開跟全部收合這樣子的指令而已。比如說我們輸入了 for 的 h， 那它就是只能把所有的標題全部通通都收合起来。你可以看到所有從標題1到標題6，所有的標題就全部都收合起來了。展開呢也是針對所有的。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來安裝 Creases 這一個外掛。 Creases 這個外掛它就能夠讓我們指定某一個要收合的特定的等級的標題。假設我现在要把所有的標題2全部都收合起来，我就可以按下一個 Hotkey。我這邊設的 Hotkey 是 Ctrl Alt 跟2，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標題2呢就全部收合起來了。然後我要再重新展開呢，我只要再按一次 Ctrl Alt 2，它就可以全部展開了。那這個是針對特定等級的這個收合或展開的一個設定。Creases 也提供了讓我們可以制定哪幾個特定的標題要做收合這樣子的一個操作。Creases 這個外掛可能等我們以後有機會的時候再來為大家做詳細的介紹。可以透過 Dynamic Table of Contents 這個外掛把文章的目錄給插入到你指定的位置裡面來。動態目錄它的意思是說，我們即使使用了下面這個語法插入了目錄，那之後又來修改了目錄的內容，目錄的顯示呢是會根據你的最新的狀態來自動變動的。其實這個 Number Headings 它也有一個產生目錄的方法，但是它產生的這個目錄呢是靜態的目錄，也就是說它產生完以後，再對標題有任何的變動呢，它都不會反映到你的目錄的內容裡面來。因此我們當然是需要使用動態目錄，這樣子讓我們隨時的變動都能夠有一個最新的一個變化。在編輯器裡面呢，也經常會使用到列表。在輸入列表的時候，要怎麼樣子可以快速的結束列表呢？其實可以直接按下一個 Shift Enter， 讓游標可以移動到下一列的開頭的位置，那它不會再自動產生出星號或減號。如果已經在上一個項目最後面按 Enter， 它的星號跟減號就會產生出來。這個時候呢，你只要再多按一次 Enter 呢，就可以把剛剛產生出來的這一個星號或減號給移除掉了。因此，也就是連按2次 Enter 也可以把這個項目給結束掉。那如果你經常使用這個列表的操作的話，那我建議你可以安裝 Outliner 外掛。那這個外掛可以很方便的讓你做列表的位置的搬動等等這些有關於清單項目的一個操作。表格也是我們經常在 Markdown 裡面經常會使用到的一個輸入的內容。那除了手動自己來輸入表格的格式以外，可以使用下面這3個外掛來加快表格輸入的一個速度。第一個就是 Table Editor， 第二個是 Advanced Tables， 第三個是比較新的 Notion-like Tables。他們都可以使用一個類似視覺化的方法，可以來很快的讓我們來新增我們需要的表格的格式。先前介紹過這個 Table Editor， 它可以很快的在另外一個窗格讓我們進入一個視覺化的編輯的一個狀態。那這邊要注意提醒大家的，表格的上面跟下面最好都要有一行空行，要不然如果你點擊了 Update Tables 的時候，更新過來你的原始的內容，它有可能會把你上面的標題給覆蓋掉，因此最好是表格的上面跟下面都要有空行，免得有被覆蓋的這個狀況產生。筆記也經常需要插入圖片那我們只要把系統簡列簿裡面的圖片用 Ctrl V 就能夠直接貼入 Obsidian 裡面。貼進來的圖片呢，有下面這幾個外掛可以來協助我們做這些圖片的操作。首先就是可以把貼進來的圖片的檔名呢自動改成跟你的筆記的名稱一樣，這樣子方便我們將來的檔案的操作。也可以把圖片呢上傳到圖床，再取到我們的 Obsidian 裡面來，這樣子方便你的文章的輸出，到時候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把你的文章的內容呢貼到另外一個平台裡面去，而不需要去管附件的這個圖片檔的問題。那我個人是使用 apt-get 的這個執行檔，再加上 share command 讓 Obsidian 能夠做自動上傳到 GitHub 上面，
再取回 GitHub 的網址的這個操作的方法。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先前介紹過的影片。這個圖片如果你希望在 Obsidian 裡面就能夠對它做一些基本的操作的話，可以安裝這個 Image Toolkit 外掛。我們點擊看看如果你安裝了這個 Toolkit 以後，它在最下面，我們先把這個 C Menu 給關閉你可以看到它這圖片它會顯示在熒幕的正中央，並且會放大顯示。然後在這邊呢，你就可以有放大、縮小這些按鈕，或者是做旋轉，或者是變更顏色等等這些基本的操作可以來這邊做圖片的展示。如果你的這篇文章是跟很多圖片相關的話，那也許有了這個 Toolkit 對你的整個操作可以會更加便利的一個效果。如果說你的圖片使用到的圖檔是一個遠端的網址，或者是你從瀏覽器上面去下載了別人寫的文章，那它裡面的圖片當然就是對方的網址。那你希望把它的图片也給保存到你自己的電腦裡面來的話，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 Local Image 這個外掛，它會自動把我們文章裡面的遠端的圖片網址全部自動幫你做下載，並且變更Markdown 的語法來存取到本地端的圖檔。那這是 Local Image。接下來 Various Complements 這個外掛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做字串的補全的一個操作，也可以自己定義一個自己的字典，那這樣子就可以很方便的来讓我們做一些輸入。通常有一些很常用的語法 callouts 的語法，或是 LaTeX 的這個數學的方程式，我們其實都可以設定在我們的 Various Complements 裡的自定字典裡面。這樣子呢，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做一些常用內容的一個輸入。我輸入了 CO-， 那这個是我定義在自動補全的字典檔裡面比如說我要選擇這個跟 Obsidian 相關的一個 callout 的一個語法，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內容給直接整個帶進來，就不用再去輸入那些大於跟中括號這些符號了。如果你不喜歡用按鍵或者是用視窗的方法來操作命令的話，可以啟用核心外掛裡面的寫線命令這一個外掛。那有了這個外掛以後，我們可以在每一行的開頭只要輸入的斜線，它就會彈出命令的面板裡面的這些所有的命令但是因為我們如果在中文的狀態下面這些命令其實都是中文的，那你很不方便輸入。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再透過另外一個外掛叫做 Command Alias， 透過這個外掛呢，可以把每一個中文的命令呢賦予它一個命令的別名，那這樣子就可以很方便我們來做輸入比如說我們在這邊有一個 Command Alias 的一個別名就叫做 PIN 也就是 Pin 那透過這個 Pin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做這個丁選的一個切換，甚至於更多選項裡面的開啟大綱窗格的這個動作如果也把它寫到我們的 Command Alias 裡面来的話，就可以自己馬上開啟大綱的窗格。比如說我輸入斜線 OL， 這個是我設的命令，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把這個大綱的窗格也給顯示出來了。可以透過 Command Alias 來方便做命令的一個輸入。如果你想用工具列的方法來操作的話，就可以使用這個 C Menu 這個外掛。那 C Menu 這個外掛安裝完以後，在整個熒幕的右下角呢，會有一個按鈕，點擊了以後就會彈出 C Menu 的一個小小的選單，然後我們再點擊這個 Show 把它給啟動起來，它就在我們編輯器的最下面就會出現了選單。那這個選單呢，你也可以去移動它的位置，我们只要去变更它这个位置，它的垂直高度就可以来做设定。你按这个加號就可以把自己需要的命令給加到這個面板裡面。那有需要呢，我們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工具列來點擊某一個功能，來讓它做馬上的操作。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插入這個 callout 的語法，現在游標在這個地方，我點擊了這個 callout 的語法，它就會馬上執行了 insert callout 的這個指令。接着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在 Obsidian 裡面很常使用的一些功能按鍵。開檔是用 Ctrl+O， 開啟命令面板是用 Ctrl+P， 建立新的筆記呢是用 Ctrl+N。那要刪除一行呢，我們可以直接點擊這個 Ctrl+Y。那請注意Ctrl+Y 這個命令呢是使用了 Code Editor Shortcuts 這個外掛來提供的，因此你要有這個外掛並且啟用起來，才可以提供我們下面介紹的這5個按鍵。要複製一行，這個不是只有複製一行，就是你整個選取起來的一整個區塊都可以直接按 Ctrl+D 來複製。
因此這個複製內容呢，我們就可以直接點擊這個 Ctrl D。那你可以把這個 D 想象成是 duplicate， 也就是複製的意思。上下两行要把它連在一起呢，就按 Ctrl J。在標題之間跳動呢，就可以自己去設定跳到上一個標題跟跳到下一個標題的按鍵。那我是自己把它設成是 Alt 上跟 Alt 下。我們在13這個標題，我按 Alt 下，它就跳到第14點。那再繼續往下跳，它就會繼續往下，一直往下跳到後面的標題。那我按 Alt Up， 它就會往上移動到我們原來的這個13點這個位置裡面來。那這個就是可以透過 Core Editor Shortcuts 來提供這個額外的按鍵。前面也講過，我們要在目前游標的位置下面直接插入一個空行的話，那就是直接按下 Shift Enter。複選框待辦事項要做切換的話，就可以按 Ctrl Enter， 就可以变成是一般的文字跟待办事項跟勾选待办事項这幾個狀態呢，在一直做循環的切換。然後全域的搜尋呢是 Ctrl Shift 跟 F。關閉目前的這個窗格呢是按 Ctrl W。然後選取好一個文字以後呢，再直接按 Ctrl K，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超鏈接的一個格式。向左 Ctrl 向右，在英文中文呢分別會有不同的結果。那這個是我們通常在 Obsidian 的編輯器裡面很經常使用的一些按鍵。如果能夠記起來的話，那應該會對你整個操作的效率會有大幅的提升。再來我們介紹一個很多人經常在問的一個功能，就是怎麼樣子變更 Markdown 的文字的顏色。那標準的 Markdown 文字其實它是沒有變更顏色的語法，這個我們其實前面都已經講過了。我也不是很鼓勵大家來使用這個變更文字的做法，因為它会讓你的內容變成不是一個相容性的 Markdown 格式的內容。將來你如果有需要使用別的 Markdown 編輯器，或者是要部署到某一個 Markdown 的平台，那它有可能就不支援這些用法，就變成你自己要人工手動的方法再去做一個修改。但是如果說很想要的話，都可以透過這個 CSS 片段來做變更。那我前面其實已經有介紹過幾個不同的方法了。這邊特別再把這個我們上次介紹了使用第52集裡面的這個 Notation Color Blocks 這個 CSS 透過 Various Complements 呢來做了一個聯手的操作，可以把這些顏色把它定義在自定的字典檔裡面，然後方便我們來做快速的輸入。要輸入一個背景顏色，看到我這個背景顏色是 BG 減號開頭，因此我就輸入了 BG 減號，它就會彈出這一些選項出來，這 pink 它就會自動把這個 span 的 HTML 標籤給帶進來，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來輸入需要的內容了。然後它的顏色呢，你可以看到它後面就會有一個紅色的底，這個就是使用了 Notation Color Blocks 這個 CSS 片段，再加上 Various Complements 這一個外掛，可以自動幫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 HTML 標籤的插入，來方便我們做顏色的一個輸入。那這方面的外掛其實也有不少，那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詢看看。表情符號也是我們經常使用的一個元素。表情符號的使用可以豐富我們整個文字的表現。在 Obsidian 裡面經常使用的跟這個表情符號相關的外掛有 Emoji Toolbar 跟 Emoji Shortcuts 這兩大類。你如果要视窗用選擇的方法的话，你就使用这個 Emoji Toolbar， 那它的樣子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出來以後，你就可以選取一個你要的標題的內容，然後直接就可以帶出來。或者是用這個 Emoji Shortcuts， 它是使用代碼的方法來做輸入的。比如說我們輸入冒號 smile 冒號，它就會變成是一個笑臉。那這個你就去查一下 Emoji 的 Shortcuts 是什麼，就可以直接用冒號的方法來做呈現。這邊有特別要提醒大家的，如果你的標題上面使用了表情符號的話，那它通常會沒有辦法很正常的顯示。比如說它這個顏色不會顯示出來，它會變成是一個單色的。比如說我這個紫色的標題，它就會變成是紫色的，不會像這樣子是彩色的。那碰到這種情況就必須去改這個 CSS 這個標題的 font weight。這個 CSS 要把設定改成小於600，比如說我都是改成是599，那它才會顯示成正確的有顏色的表情符號。這個請大家要特別再注意一下。最後我們可以再透過這個 linter 這個外掛可以幫我們檢查我的文章所有的使用到的 Markdown 的語法是不是都正確。那它的這一些規則我們也可以自己在外掛的選項裡面來做設定，看看我們要到底希望 linter 幫我們做哪一些檢查。比如說你
的文章裡面沒有2級標題，只有3級標題，那是不是它要自動幫你按照等級的順序來自動幫你做修改等等，這些都是 Linter 可以幫我們做的一個操作。那接着就是我们第三方整合的部分那这個第三方的整合就是因為我們的 Obsidian 的編輯區它除了能夠輸入文字以外，我們其實也可以把它拿來當做畫布來使用。因此這些流程圖，那我有用過的是這個 Excalibur 或者是這個 Diagrams，就是做點 IO 或者是 Mermaid， 我們通通都可以在我們的 Obsidian 裡面直接來做整合。當然還有更多其他的一個第三方整合的工具比如說看棒啦，或是有數學方程式啦，或者是心智導圖啦，或是樂譜啦等等，這一些你都可以從外掛的選項裡面自己去找到自己有需要或者是有興趣的外掛給安裝起來，然後並且開始來使用它。最後面就是提到的這些前面講到的這個21個外掛，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從這個YouTube 介紹的這個網址裡面去看我先前介紹過的一個內容。那有一些還沒介紹過的，那如果我覺得有需要介紹的話，在後面的時間裡也會盡量把它給匯總出來。今天就是介紹了這21種 Obsidian 跟編輯器相關的外掛，那希望對大家的操作能夠帶來非常大的效率的提升。今天介紹這些外掛到這邊，謝謝各位。